我清明陪着结婚3年的老公回家祭祖，到祖宗面前时，婆婆讽刺我，下不出蛋的母鸡也配及祖先上坟。婚前对我百依百顺，答应我要丁克的老公，跟着他妈妈挤兑我。你不会真以为我想丁克吧？哪个男人不用传宗接代？我跟他大吵一架，隔天在婆婆的朋友圈里发现他在相亲，我气笑了，直接通知他离婚。离婚后第2天，我挽着他公司董事长的手出现在他面前。爸，做不出业绩的公鸡也配待在公司里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陆阳，我真有点走不动了，到你家祖坟那边还有多远呢？我扶着腰，气喘吁吁地问。走在前面的陆阳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也就2步路，就你娇气。我无语地扫了一眼他自己也满头大汗的样子，正想反驳，婆吴秋梅婆白了我一眼道，城里来的姑娘也真是了不得了，连祭祖就要耍小脾气。我身体不太好，所以跟陆阳结婚3年都没跟他上山祭祖过。今年是陆阳和吴秋梅都坚持让我去，我才爬了2小时的山的。多年的素养让我忍了忍。妈，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吴秋梅提高音量，哪有什么身体不好？我看就你安逸太久了，继续爬。我知道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只好求助陆阳。但陆阳从昨晚他妈跟他聊完天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对我冷淡了些，问他怎么了也不说，就一直给我甩脸色。他躲开了我的眼神，我只能捏紧拳头继续往上走。好在过了10分钟就到了，看到祖坟的时候，我总算是松了口气，想要从上山带来的香里抽几根去上坟。结果吴秋梅一看到我的动作就喊了起来，你拿香干什么？我不明所以，给祖宗上坟啊。婆婆恶狠狠地道，下不出蛋的母鸡也配及祖宗上坟，也不怕丢了我们陆家的脸。我听到这句话一时间有点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吴秋梅劈手夺走了手里的香。离祖坟远点，有你这种媳妇真是晦气。陆阳动也没动，就站在原地喊了声妈，别过分。吴秋梅高声道，我过分什么？她为家嫁给你3年，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我没让你跟她离婚就已经是给她脸了。我这会也反应过来了，陆阳，你和你妈是什么意思？合计着一开始就要在祖坟面前给我难堪呢，还硬要我爬这么高的山路上来受苦，这娘俩真是有手段的。我想明白了这时就气笑了，咱们结婚开始就说好的丁克，你难道没跟你妈说过吗？陆阳黑了脸，说是这么说，我可是家里的独生子，怎么可能真的丁克呀？我一瞬间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特别陌生。我当时结婚前就跟你说了，跟我结婚就得丁克，我身体不好，不会生孩子的，不然咱们就别结。你对我答应的好好的，结果的来骗婚的是吧？眼看着陆阳脸上挂不住，吴秋梅立马为儿子冲锋陷阵。魏家你冲谁吼呢？你出门看看谁家的媳妇不生孩子，在古时候你这样的女的就该被拉去进猪笼。他瞪着我，跟我们陆阳结婚是你走了大运，你不自己好好调理身体，下不了蛋还理直气壮，真是造孽。我一直都知道吴秋梅不喜欢我，陆阳是单亲家庭，从小被他妈带大的，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就担心过他家里会不会很想要孩子的问题，所以找他谈过，但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他愿意为了我丁克，有你就够了，孩子什么的不重要。我真信了，当时还以为自己碰上了什么绝世好男人，加上陆阳当时对我百依百顺的，
虽然婚后有些冷淡起来，但我还是对他挺满意的。原来在这跟我装大尾巴狼呢。一想到这个男人在我面前跟我浓情蜜意的时候，说不定转头就跟着他妈吴秋梅骂我下不出蛋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我气得心脏有些绞痛，脸色也开始发白。你们娘俩真是一脉相承的臭不要脸！陆阳眼看着我脸色不好，想起我有心脏病，装模作样地道：“行了妈，别说了。再说他心脏病要犯了。”吴秋梅冷笑道：“什么心脏病？我看就是富贵病，自己矫情想得多，不然怎么成天要去医院花钱？”对于我偶尔要去医院检查的事情，吴秋梅一直颇有微词，每回知道都要阴阳我花了陆阳多少钱。但其实我和陆阳生活基本都是我在贴补他。我气得胸口更痛了，多年的感情和被背叛的愤怒一起涌上来，我眼前一黑，直接没了意识。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床前一个人都没有，我的包就放在床头柜上。我挣扎着坐起来，摸出手机，直接给陆阳打电话。这日子真是不用过了，我当着陆阳和他妈的面被气晕，竟然还没有一个人来陪床。电话那边响了很久，半晌陆阳接起来：“老婆，你醒了。”我冷笑：“别叫我老婆，我只是个被你和你妈气晕的下不出蛋的母鸡。”陆阳的声音弱了点：“老婆，白天是我和我妈说话不太好听了点，你也别太生气。是我被人指着鼻子讽刺你，还叫我别生气。”陆阳也有些恼怒：“那我妈说的又没错，我们陆家总得传宗接代吧？这么想结婚，你跟我传宗接代干嘛？你去找能给你们老陆家皇位生继承人的呀！”陆阳那头似乎有人喊了他一声，他语速极快地道：“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简直要怒极反笑，我还要好好想想，真是给他脸了。因为这事，我开始跟陆阳冷战。闺蜜约我出来喝下午茶的时候，睁大眼睛道：“这你都不离婚，你是忍者呀？”我叹了口气：“哪有这么容易？我跟他恋爱2年，结婚3年，就算是条狗也有感情了，我放不下。”闺蜜一脸便秘表情：“你俩离之前，别跟我说你俩的感情问题了，我不爱听。”我知道他一直不喜欢我跟陆阳在一起，悻悻地道：“现在只是孩子的问题，他这不是还能用吗？”闺蜜懒得理我，直接拿起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玩小游戏。她看了会突然喊我道：“你婆婆来市里了。”我惊讶地道：“我不知道啊。”闺蜜把手机翻转给我看，赫然是我婆婆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她看起来心情很好，配图是一张自拍。我看见照片一角露出了一只手腕，上面戴着的是我送给陆阳的找某个大品牌私人定制的价值10万的手表，真是奇了怪了。之前每次来我这吴秋梅都兴师动众的，第一时间就要通知我欢迎她，然后给她鞍前马后的服务。这次竟然不声不响的就来了，感觉有鬼，我心里有些咯噔。我闺蜜也觉得不太对劲，你这个是妈婆婆这次来居然没折腾你，我脸色不太好，这是不对劲。闺蜜打开地图看了看定位的地方，巧了，这家饭店离我们这不远，我们偷摸去看看他们搞什么幺蛾子。我深吸一口气，行。我们俩10分钟后就到了饭店楼下，我直接去前台报了陆阳的手机号。前台惊讶地道：“您也是陆先生的客人吗？”可陆先生预约的时候只说了3位啊。3位，我镇定地道：“我是陆先生的朋友，他临时让我今天过来帮忙，可能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前台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陆先生今天只说要相亲，带了他母亲一块来，原来还有助攻啊！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陆阳相亲，前台疑惑地道：“您是陆先生的朋友，也不知道吗？他来的时候就是带着相亲对象和他妈妈一块来的。”闺蜜也懵了，不是他有病吧？他一个已婚的人，相什么亲？前台意识到不太对劲，你们真的是陆先生的朋友吗？我竭力的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是，你现在带我们上去找他吧。前台狐疑的看着我们俩，最后还是带我和闺蜜上去了。我攥着包包的手都在抖，闺蜜握住我的手，不管怎么样，我在呢，佳佳。我从她手心的暖意里找到了一点精神支柱，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前台刚带我和闺蜜上了2楼，我就瞄到拐角那2个人影，正是陆阳跟吴秋梅。我眼疾手快地拦住了他，我已经看见我朋友了，你先回去吧。我跟闺蜜无声无息地靠近他们。一墙之隔的拐角路，杨跟吴秋梅正在说话。妈，我觉得今天这个就很好，家里没有兄弟，不用补贴，性子还软，咱们好拿捏。吴秋梅的声音听起来也很满意。妈早让你相亲，你偏不来，你就是对那个魏家太好了。一个没钱没势还生不出孩子的女的，再漂亮又有什么用？陆阳有些懊恼，毕竟已经结婚了，他要是知道了，闹起来也不好看。吴秋梅不满道：“行了，不聊他，今天这个你赶紧搞定，回头直接跟魏家离婚，早点给咱们老陆家生个娃。你都不知道，我每年祭祖，我都没脸见你爹。你都快30了，还没个孩子，像什么话？”陆阳一叠声地答应了，尽管心脏已经因为怒意微微绞痛，我还是强撑着靠着墙听完了。闺蜜一脸担心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色：“还好吗，佳佳？要不咱们先回去？”我看了一眼手机上已经打开的录音：“不用，咱们现在继续跟过去看看。”我和闺蜜刚走到包厢门口，就听见了陆阳的笑声，他像是在哄包厢里的女孩。我上一段婚姻已经离婚了，那时候太年轻，就图我前任温柔漂亮，谁知道他是个拜金，还不愿意付出的人有失足吗？闺蜜的脸抽了抽：“拜金？他知道你送他的手表都快赶得上他1年的工资了吗？”我冷笑：“何止是那块手表呢？虽然这几年我没有表露自己的家境，但明里暗里给陆阳和吴秋梅送了不少定制的无 logo 大牌用品，生活上也是我贴补家用多，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脸。”吴秋梅也笑着道：“就是啊，他上一段是那个女的倒贴的，你别介意。我们陆阳就是老抢手了。”我是真听不下去了，我直接一脚踹开了门，冷漠地盯着屋里被吓了一跳的3人。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已经离婚了？我看着陆阳一瞬间惨败扭曲的脸色：“你说对吧，老公？”5分钟后，陆阳一路追着我出来，我实在是不想在那里面多待，也不想看见吴秋梅那张精明算计的脸。我的胸腔很闷很痛，那颗心被人狠狠地剜了一刀。闺蜜快步跟着我，陆阳还在后面跟着。要我帮你赶走他吗？我停住脚步，大脑微微清醒了些。不用，我现在就跟他谈谈吧。我回过头，看见停在我跟前喘气的陆阳，想起从前他追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跟在我身后，不过那时候他心甘情愿，现在是这样狼狈。我冷冷地看着陆阳：“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陆阳试图辩解：“不是你听到的那样。”佳佳，行啊，我双手抱胸，那我听你的解释。陆阳张了张嘴，大概是最后发现实在是没什么借口狡辩，他直接放弃了。会出这事还不是因为你。我气笑了，
你的意思是我让你去婚内相亲，我让你去物色夏家，然后告诉夏家是我在倒贴你，我让你在外面说你已经离婚了。陆阳恼羞成怒地道：魏家，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你不生孩子，我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我神色冰冷：陆阳，你别跟我扯这些。第一，婚前我告诉了你，跟我结婚可以，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生孩子。第二，你受了压力不跟我说，却跟你妈和起火来给我难堪，突然找我发难，我不无辜吗？我看着陆阳脸色铁青的模样，突然觉得他这个人实在是好陌生。恋爱2年，加上结婚3年，5年了，我却好像第一次认识他。陆阳直接破罐子破摔：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大不了我跟我妈向你道歉。道歉？我觉得可笑极了。出了这事，你居然还想着带你妈跟我道个歉就行了？拜托陆阳，你别那么天真，马上收拾你的东西吧，我要跟你离婚。之后我连家也没回，直接在闺蜜家住了3天。陆阳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拉黑前给他丢下一句话：不是你想通了同意离婚的话，别来烦我。后来陆阳找了工友来帮忙说情，我也没理他，直接发了朋友圈，言简意赅地道：谁在帮陆阳当说客，我也一起拉黑。陆阳意识到我这次似乎真是铁了心的要离婚，最后他还是同意了，要我出来谈财产分配。我接到他换了新的手机号码电话打来的电话时都想笑。财产分配？当然是你净身出户啊！陆阳勃然大怒：魏家，是你无理取闹提出的离婚，你居然要我净身出户！我嗤笑：为什么不行？你是过错方，说难听点，你就是出轨了，我凭什么不能要求你净身出户？陆阳一口回绝：不可能，我顶多跟你平分。我冷笑：平时吃我的用我的，连房子都是我全款买的，你跟我结婚，我连彩礼都没要，你居然跟我说财产平分！陆阳在电话那头嘴硬：反正是夫妻共同财产，我必须分一半。我知道他这是打算耍无赖了。行，那咱们法院上见。我直接挂了他的电话，利索地把他新号码也拉黑了。闺蜜在旁边听完了全过程，黑着脸道：这么个极品也是给你遇到了，当时你们结婚我就不同意的。我苦笑道：我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你和我家里都不同意，我偏要结，现在自讨苦吃。闺蜜看着我犹豫了一会：你既然都要跟陆阳离婚了，那叔叔阿姨那边你要去见见吗？她小声道：我可不是背叛你啊，就是叔叔他经常问你的近况，最近他了解到了你的消息，问你要不要回家。当年我为了陆阳跟家里闹翻，我爸告诉我这就是个2面3刀的小子，我一定会吃亏的。我偏不信，要一意孤行，甚至跟家里断了联系。这就是我没有告诉陆阳我的家境的原因。不过我早年学着做生意，手头还赚了不少，所以维持我自己的生活也绰绰有余。想起爸妈我就内疚，我本来也打算最近去看看他们的，就这周末吧，我回家跟他们认错。周末我起了个大早，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的别墅时，我眼眶一酸，看见站在门口等我的人影时，更是直接掉了眼泪。爸妈，我回来了。爸妈也跟着我掉眼泪。我原本以为会挨好一顿训，谁知道我爸那么严厉的性子，也只是叹了口气：回来就好，只是爱错人了，又不是走错了路。我妈擦擦眼泪：快跟爸妈进去，好长时间没回家了，都瘦了。我爸边走边问我以后是什么打算。我犹豫了一会，目前先打算离婚，但我肯定要报复陆阳的。我妈哼了一声，
敢这么对我们家女儿，他也真是会踢铁板。你说你想怎么报复他？我让你爸全力配合你。我笑道，可能还真的需要劳烦爸出马。陆阳不是就在爸的公司上班吗？当初还是我跟公司里的人打了招呼，他才通过面试的。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后悔的。这些天的吵架，我早已摸透了陆阳的本性。我不愿意生孩子，只是他背叛我的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那个相亲对象的爹是我爸公司的一个小高管。陆阳就是看准了这条线，想搭上去。明明我已经为他在公司铺好了路，虽然我知道他的能力平庸，我还是打招呼让他过了面试，并且让部门负责人给他最轻松的工作环境了。他完全就是个带薪摸鱼上班的闲人，可他还是贪得无厌。我实在是很想知道，陆阳这么精心算计，又花了大代价背叛我后，发现我居然是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时，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是跟爸妈和好后的第3天跟陆阳签的离婚协议书，他原本咬死了不松口，净身出户。但我告诉他，如果他再这样，我就把这事闹到他相亲对象面前去。那天我来闹了之后，你哄人哄了很久吧？我猜你应该不想功亏一篑。我看着对面的陆阳目眦欲裂的样子，淡定地喝了口咖啡。我现在心情好，愿意跟你和平解决，所以我劝你别挑战我的底线。陆阳最后还是签了字。我看着他面色铁青的样子，觉得这段时间的憋屈和愤怒都一扫而空。人的快乐果然要建立在讨厌的人的痛苦之上。陆阳签完扔了笔，一脸鄙夷地看着我，像你这种拜金又生不了孩子的离过婚的破鞋，也就只有我过去看得上你，我看以后谁还会要你？我淡定地收好合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对了，你的东西我找家政公司打包好，扔到小区楼下了，你记得去拿。看着陆阳跳脚怒骂我的样子，我微笑。之前我送给你和你妈的东西都清点好了吗？记得给我寄回来，邮费你出。陆阳气得额角青筋都在跳，谁稀罕你送的那些破玩意？我从善如流的点头，确实都是些破玩意，总共花了我100来万而已。陆阳看我完全无动于衷的模样，气得直接摔门而去。我拿出手机，看到半小时前我给那位陆阳相亲对象发的消息有了回复。我还是不忍看到有女生被陆阳骗了感情，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他。结果他竟然回了我一句，自己留不住男人，就别怪男人找下家，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有什么用？我乐笑了，行，好心当成驴肝肺是吧？就明天吧，我把你俩准夫妻一块收拾喽。我第2天踩着点去了我爸公司，也是很巧，我挑的点刚好撞上陆阳和相亲对象手拉手的一起上班，两人看起来格外甜蜜。如果不是因为我昨天才跟陆阳离婚的话，我想我会有点磕他们俩的。陆阳看见我脸色就是一变，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那女的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我是谁，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老公，他来这里干嘛？不会是想找你复婚吧？我翻了个白眼，不是谁都爱回收垃圾。陆阳听出了我的讽刺，皱着眉满眼嫌弃道，我现在要上班了，没空跟你在这丢人现眼。魏佳，赶紧回去，不然我就要叫公司保安了。那女的挽着陆阳的胳膊朝我抬了抬下巴，大姐，该让位就让位，别让人看不起你。我不淡定了，谁是你大姐？这女的什么意思？资料上写着她比我还大3岁，谁要当她这种知3当3的女人的大姐？陆阳压着火气道，你走不走？我直接双手环胸，冷眼看着他，不走。
行，保安。陆阳提高音量，正准备叫保安，一回头就对上了我爸在他身后投来的冰冷的眼神，立马吓得一激灵，点头哈腰地道：“董事长好，董事长早上好啊。”女人也立马恭恭敬敬地跟我爸打招呼。我爸淡淡地道：“这是怎么回事？”陆阳立马接话道：“有个疯女人来公司闹事，我正准备找保安把她赶走呢。”他话还没有说话就卡在了喉咙里，因为我当着他的面挽住了我爸的手臂。我拉长声音对着我爸说话，眼睛却是看着陆阳那边的。“爸，你怎么才来呀？”我爸宠溺地拍拍我的手：“你妈妈非要闹着给你做中午的便当，让我给你带过来热着，这不就耽误了一会。”他的眼神扫过呆若木鸡的陆阳和那个女人。“你跟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我散漫地道：“没什么事，但是爸……”我转头看着陆阳，似笑非笑地道：“这种做不出业绩的公鸡也配待在公司里面呢？你骂谁呢？”陆阳这会终于反应了过来，只是脸色已经白透了。“还有魏家，你叫我们董事长爸是什么意思？”我挑了挑眉：“字面意思啊，他是我爸，我是他女儿，也就是这家公司的继承人。”陆阳的眼神格外悔恨绝望。“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不是我爸妈不同意把我赶出家门了？”我笑道：“不过也幸亏没告诉你，不然我哪能看出你是这么狼心狗肺的人呢？”我爸冷漠地道：“跟他废什么话？你们这三个去人事部结清一下工资吧，正式通知你们一下，你们被辞退了。”女人惊叫起来：“三个人？”我对她笑得灿烂：“对呀，三个人。陆阳，你还有你爸，你们都被辞退了。”陆阳和女人的脸当时比公司墙上刷着的漆还要白。我们闹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自然有很多同事围观。陆阳受不了这些目光，直接转身出了公司大门。那个女人看他自己跑了，脸上也挂不住，眼眶立马红了。“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你公报私仇，凭什么辞退我和我爸？我要公报私仇，你管我讲不讲道理？”我挑眉看着他：“再说了，有你这种小三都愿意当，还想帮着这样一个男的晋升的爸，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真的要我去查查你爸的账户吗？”女人的脸白了又红，还是不敢跟我呛声，显然也知道自己那个爹在职位上捞了油水。这场闹剧最后以两人愤怒的落荒而逃收尾。我跟闺蜜转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笑得前仰后合：“怎么有这么好笑的事情没叫上我？我居然没有现场看到。”我皱眉：“这事还没解决，以陆阳他妈那个性子，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吴秋梅的性子真的像厉鬼一样缠人。闺蜜不以为然：“怎么看都是你这边占理啊，他们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呢？”结果还真有新花样。我看到闺蜜转发过来的链接都是猛的，链接标题是硕大的一行字：“某集团千金骗婚小员工”。我点进去一看，弹出来的视频打了码，我也能看出是陆阳和吴秋梅两个人对着镜头张口就是胡编乱造。这个儿媳妇啊，明明家里有这么多钱，但嫁过来从来没有贴补过家里，吃的用的全是我儿子出的。我们结婚3年，他都不愿意给我生孩子，我一直都很尊重他，可他最后竟然让我净身出户。是集团大小姐就能玩弄我们这些普通人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追了他很久，如果他一开始就不愿意跟我认真，何必同意跟我结婚呢？镜头前的陆阳声泪俱下，人也消瘦了一些。评论区全是在同情他的，还有声讨我的。最热的一条评论应该是他相亲对象发的。最可恨的是他和陆阳结束了婚姻后，还站着陆阳。
我只不过是和陆阳正常恋爱，他却因为一己私欲开除了我和我爸，简直不是人。评论区被他的言论震惊，神经病吧？有钱有势就能这样胡作非为吗？骗普通人的感情，掌控普通人的命运，很好玩吗？逆天，普通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哪个集团？我们直接把他人肉出来。兄弟，你别怕，我们这些网友都是你的后盾。网友确实也是神通广大，直接把我和我们家公司扒了出来，义愤填膺地发帖子艾特我们公司的官方账号，质问我们什么时候做出回应。闺蜜看热闹不嫌事大，请问当事人，你打算怎么回应？我沉默了几秒，他们真是铁了心的把自己往绝路上逼。我想了想，这事也不急着处理吧，等它再发酵一下，估计吴秋梅和陆阳还有的闹的。他们要表演就让他们表演完吧，不然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还要买营销号，找记者买热度曝光，我也太可惜了。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大约是陆阳和吴秋梅发力，继续找了水军带节奏，这事竟然还上了热搜。虽然只是末位，但也足够我被网暴了。我爸妈知道这事都很生气，他们见不得我被千夫所指，但都被我劝回去了。我爸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给我在公司挂了个职位，虽然清闲，但也得每天按点去上班。结果我今天刚到公司门口，就被一个扑过来的中年妇女推了一个踉跄。我好不容易站稳，就听见熟悉的嗓音，见声音尖利地对着我嚷道：“大家都来看啊，就是这个女人骗婚我儿子，集团千金，玩弄普通人的感情。果然是吴秋梅，她今天刻意穿得落魄，一双眼睛充满恨意地盯着我。你不把我儿子的家产还回来，我就赖在这不走了。凭什么你把我儿子的房子车子也骗走了？”陆阳不知道也从哪里钻了出来，假惺惺的扮可怜。佳佳，我知道你很享受玩弄我的感觉，可我还有一个妈妈要养啊！我是单亲家庭，比不得你们家家大业大，只求求你把我的家产还给我，别让我们母子无家可归。这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马路对面还有个相亲对象，拉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硕大的一行字：某集团千金仗势欺人，害我和我父亲颠沛流离。要不是我爸手下的秘书还查出他爸挪用公款这事，我都要同情他了。虽然知道吴秋梅和陆阳做事风格会离谱，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真的敢闹到公司来。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他们也是真不怕我会反击呀。我示意保安去把横幅撤了。吴秋梅看到我的动作，立马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大小姐又仗势欺人了！青天大老爷呀，你开开眼，竟然让这种黑心肠子的人发达了来欺压百姓，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吴秋梅的嗓门大得像自带扩音器，加上她还学了泼妇的架势，在地上边哭嚎边撒泼打滚。别说公司了，整条街的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我也不说话，就双手环胸站在那看着他闹。大概是我的样子太过冷静，让陆阳有些不安。佳佳，事情闹这么大，对我们也都没有好处。只要你愿意把骗我的东西都还回来，顺便我妈最近生了一场大病，需要300万，你要是愿意替我妈出了，这事咱们就不追究了。原来闹了半天是想勒索我呀！我盯着陆阳，看得他有些发毛，似笑非笑地道：“为什么说我骗走你的东西啊？当初这些可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呀！”原本周围的人还在指责我，这句话一出来，可谓是石破天惊。陆阳下意识道：“什么你的我的？结了婚不都是要夫妻俩平分的吗？我拜托你，至少去学点法吧。”
我翻了个白眼，那是我的个人财产。陆阳咬牙，就算是这样，现在事情闹这么大，你也很难收场吧？不想被继续网暴，你就赶紧给我们钱，不然我们天天来你们这闹。你不要面子，你爸总要吧？你也真是有出息了，陆阳。我笑道，你喜欢闹就闹吧，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有没有想过，一旦我把证据放出来，你要怎么收场呢？这句话一出来，杨明显有些慌乱，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你有证据，你早就发了，还会到现在都不吭声吗？我感觉我不能再跟他对话了，智商低会传染，我得离他远点。刚好我等的人也到了。陆阳看着朝他们走过来的警察，满脸不可置信。我们接到报警说你们公众场合闹事，跟我们走一趟吧。我直接转身回了公司，也不管吴秋梅在身后是如何哭天抢地的哭嚎，说我们串通警察欺负他们这些小老百姓。我把之前整理好的文件发给秘书，让他为我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发上去，顺便买个热搜。我那条微博发出去10分钟就爆了。我在微博里面贴出了我当年婚前全款买房买车的凭证，还有这些年我补贴家用的流水，以及我送给陆阳、吴秋梅的那些没有 logo 的大牌物品。最后我贴了我和闺蜜在饭店那天的录音。微博我只发了一句话，清者自清，但你们也别欺人太甚。舆论瞬间反转，我就说吧，这么大一个集团的千金，吃饱撑的用青春去骗一个屌丝的婚，谁信啊？千金是我的上司，为人特别好，不懂这男的在乱咬什么。今早这男的还带着他那个妈，还来公司闹事了呢，张口就找千金要300万，说给他妈治病。我看他妈撒泼打滚那个劲，哪里像有病？哥们也是把我们网友当猴耍呀。软饭男婚前贪图千金美色，结果为了传宗接代，婚内劈腿还倒打一耙。我真的怜爱千金了，他才是被骗婚的。这些舆论反转我没太在意，很多网友转头跑来我的微博下面安慰我。我趁着热度又贴出了那女的父亲在职期间挪用公款的证据，又引发了一波舆论。陆阳和吴秋梅前段时间铁了心给我使绊子，一直在抛头露面的卖惨，还收到了不少热心网友的捐款。因为热度也接了一些广子，这下天天反噬了。我看着陆阳狼狈地领着他妈发视频发长文道歉，却无济于事的样子，还是有些悲哀的。悲哀自己过去竟然会爱上这样的男人，好在我及时止损了，后续我没再关注。但闺蜜隔三差五的会跟我说一些陆阳的近况，说他找工作处处碰壁，毕竟已经变成了名人。说吴秋梅再也找不到儿媳，因为陆阳在全国的名声都臭了。说他们来找过我几次，但都被公司保安拦住了。后来我爸似乎找人把陆阳套麻袋打了一顿，他就再也不敢来找我了。说那女的的父亲现在很恨陆阳，进去蹲局子前还找人把陆阳狠狠地打了一顿。人进了医院，出事出来了，但也再也没有了生育能力，真是因果报应。陆阳和吴秋梅这么想要传宗接代，甚至因为这个理由惹了一身事，到头来却什么都一场空，连香火都要断了。我某天忽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以后也不会有人看得上的。不用猜，我也知道是陆阳。看来他实在是破防，已经郁郁不得志到要来找我这个前任了。我回了句太监说的话狗都懒得听，就继续舒舒服服地躺回外国美男的怀里了。看着对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的模样，我笑着亲了他一口。我有这么多钱，想要什么没有呢？
也就只有陆阳会破防罢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